佛家所说的男女双修密法到底是什么？佛家修炼不是讲究戒、定、慧这3个步骤吗？难道男女双修不算犯戒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了解一下双修法，看看这一法门是怎么回事。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双修法产生的具体时间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它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佛家中认为，这男女双修法简直就是侮辱了佛教的清白，根本就不是正统的佛教。可密宗却不这样以为，他们坚持双修法其实是释迦牟尼的亲口指示。相传有一回，释迦牟尼在南印度为众人传道的时候，当时香巴拉国的统治者也在现场，他就把这些传道的经文记录了下来，带回了自己的国家。之后这些经文辗转就流入了西藏，并以《吉祥十轮本序》这一书名流传了下来。在这本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双修法的理论基础。《吉祥十轮本序》认为，一切众生都是在过去、现在、将来这3种迷界之中受尽了苦难，始终都不能拨开云雾见天明。唯一能够见着天明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修炼这个10轮金刚密法，也就是所谓的双修法。之所以又称为双修法，是因为修习这一密法的佛身都是男女双身佛。一般来说，10轮金刚代表的是阳性的那一面，同时也是慈悲的象征，而它的明妃则代表阴性，同时又意味着般若智慧。双修就意味着阴阳的协调。要知道，人本身就是活在一个由阴阳主宰的世界，那么如果一个人想要解脱，想要修炼成佛，就逃不开阴阳。所以密宗就认为，要想修炼成佛，就应该遵循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成为阴阳，最终超越阴阳。直白点来说，就是在沉浸其中之时，然后果断地斩断它。不得不说，密宗这一思想境界确实有点抓住了人的心。人们常说，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因为人们的想象会美化它，正是欲望反而有可能真正战胜它。但这一方法是有风险的，也是需要慧根和毅力的，因为很多人会陷入其中走不出来。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由太虚幻境前，宁国公和荣国公请警幻仙姑带贾宝玉领略一下仙界的风月，好让他明白仙界也不过如此，回到凡间后不要被这些俗事诱惑，专心钻研正业，拯救走下坡路的贾家。结果我们都知道，最终他没能领会太爷爷的意图，也没能拯救贾府。所以说，密宗这一双修法其实还是很拿捏人的基本心理，但真的要修成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佛家认为，一旦在这一双修法中找到了那个神秘的点，也就是海螺脉，那么人就能立地成佛。这个传说中的海螺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佛教密宗神秘法门男女双修法有多奇，相传一旦修成就能立即成佛，而修成的秘诀就在于找到那神秘的海螺脉。那海螺脉到底在哪里呢？海螺脉在中医里也有所涉及，中医将之看作是人体经络气血的总仓库，换言之，任何经脉的运行都离不开它。佛教对海螺脉的认识与中医差不多，严格来说，大抵是处在人类生殖系统。不过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常常以双修法去诱骗不知情的女性，但实际上双修法本身是很纯洁的，不涉及欲望的。因为双修法的前提就是修习的人已经达到了无欲无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才有可能真正的去斩断欲望。一般的人还没修习到这个地步就去修习双修法，只会越陷越深。奈何最开始双修法进入藏传佛教的时候，教徒们大多数都不懂这个道理，于是在这一状况下，格鲁派的创始人宗格巴大师因为目睹了各个因藏传佛教宣传双修法而变得不堪的画面，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因此他在创立教派的时候就坚决不同意开启双修法的传统。这一传统发展到第5世达赖喇嘛这里的时候就绷不住了。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第5世的达赖喇嘛曾当众宣布自己要开启双修法，当时就引起了整个教派的不满。但达赖喇嘛却认为双修法是现世成佛的唯一途径，他并不是很想等到来世再成佛，那样没什么意思。他这一决定可把教徒们吓坏了，教徒们也搞不清楚这达赖喇嘛究竟是突然色心大发，还是真想修习。但不管怎么样，先阻止了再说。于是所有格鲁派的教徒就每次找到达赖喇嘛请求他不要双修，还拉动了当时朝廷主管宗教的大臣也来劝告。达赖喇嘛这才看出大家的顾虑，于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解释，就拉着一群人走到了城墙上。在辽阔的城墙上，达赖喇嘛当众小解了起来。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奇异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达赖喇嘛竟然
然在中途控制着收了回来。这一下所有人都懵了，谁都没有想到这达赖喇嘛的神通竟然到了如此地步。那么这就证明了他还真的是为了去成佛而去双修的。可就算是如此，教徒们也不敢松口同意他去双修，原因很简单，一旦开了这个头，日后教派就有可能大乱。达赖喇嘛见众人还是如此，只好无奈地放弃了双修的念头。没多久，五世达赖喇嘛就选择了涅槃，转世成了第6代的达赖喇嘛。第6世的达赖喇嘛在教派上归属于红教，是必须经历双修法才能成佛的，所以第5世达赖喇嘛也算是圆了自己的心愿。从达赖喇嘛的经历其实是可以看出，这双修法还真不是谁都能修的，它需要超凡的定力。在佛教中，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修炼男女双修法？有一种说法是人死之后就可以修了，但人都死了还能修行吗？佛经告诉我们还真可以，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双修法都成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幌子，他们仗着大部分人对双修法不甚了解，而肆意的去招摇撞骗。可实际上，双修法门槛之高，就连达赖喇嘛都要经受考验。这也就说明，想要成为现世的佛，还真不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就连5世的达赖喇嘛，也是在转世之后才完成的双修法。而这个转世，也就是第6世的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在世人的眼中，更多是以诗人的形象出现。可实际上，在传说中，人家可是完成了双修的佛，而且他的死因至今都是一个谜。有些人认为央仓嘉措根本没有死，而是成佛之后去云游四方了。为此，后来的西藏做人口普查的时候，还专门考察过仓央嘉措的身世。只不过，作为一个出生在康熙时代的人，100年后再想找到他的踪迹也是很难的。或许也正是因为立地成佛的诱惑力太大，后世的达赖喇嘛不论什么教派都想尝试一下这个双修法，奈何这些人的修行都不够，根本就斩断不了欲望。实践越难，就越发吸引人。严令禁止双修法的格鲁派，也只是禁止人们在活着的时候进行双修。这也是说，如果死了，那么就没人阻止他双修。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好家伙，人死了又该怎么双修呢？佛教认为，人死了之后，其实不是立马就进入下一世的，而有49天的时间保持一种要死不活的状态。等过了这49天，人才会转世进入下一次轮回。那么，在这49天之中，想要进行双修法的教徒就可以去尝试了。可问题在于，连肉身都没了，又该怎么去双修？又该找谁去双修呢？在这里，格鲁派没有说太多，毕竟这个已经不大属于现实层面上的东西了。但不管怎么样，佛教确实给人们留了些许现世成佛的希望，只不过这一希望看着着实渺茫，所以很多佛门弟子不会执着于现世成佛。毕竟佛教有着上万种的修炼法门，只是耗费时间更久。比如说，根性好一点的人会选择修习禅宗的法门，没事儿就打坐参禅；还有一些出家人甚至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他们会去学习净土宗的法门。净土宗的法门不需要别的，只需要诚心诚意的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就好了。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不难发现，很多修行之法关键点都在于修心，摆脱浮躁，追求心境，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一种理想型的处事状态。这一点无关于信仰，更像是人类共通的一个愿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早日实现这个愿望。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